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都因为工作上的压力、作息不正常，又或是饮食上种种的原因，造成了自律神经失调，而影响了每天的睡眠，渐渐的就需要靠药物才能进入梦乡，也就是现代人的通病——失眠。到底有没有不靠药物就能马上睡着的方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今天的影片会介绍3个快速入睡的方法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这个频道每周都会分享一本我认为最有趣、最有价值的书籍或知识内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我的朋友，不要忘记点击右下角的订阅。今天的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也不要忘记按赞哦。另外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每周上传的最新内容哦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快速入睡。熊哥之前有分享过一集关于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失眠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右上角点进去看看。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说明一下。要解决最根本的失眠，就是要让我们的自律神经能够正常的运作，也就是正常的作息、运动、睡前不要滑手机，还有多喝水等等。当然，我也相信这些大家早就知道了，但就是无法培养和解决这些习惯，对吧？才导致长期饱受失眠的折磨。每当到了半夜，你的脑袋就是转不停，躺了半天还是睡不着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就让熊哥介绍你3个最实用的快速入睡法。这些方法是经过战争中的军人还有科学验证过的。如果你有失眠的困扰，一定要把它看到最后哦。第一个是2分钟入睡法。在二战的时候，军人在战场上的精神压力是绝对比我们还要大的，因为这是攸关性命的事情，所以会导致军人们没有办法有充足的睡眠。尤其是机师，因为要空战，他更需要灵敏的反应操作。如果精神状况不好，他可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，不只是命没了，可能连国家都没有了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当时就有一位海军少校和心理学家们，他投入了睡眠的研究，他研发出了一种快速睡眠的方法，并且在为期6周的练习后，有 96% 的飞行员，他就算在喝了咖啡或者有枪声的环境下，他都能够快速入睡。而这个方法对需要坐着睡的人也都有效。接下来我熊哥就来说明一下这个方法是怎么运作的。首先，第一部分是先从放松身体开始。第一步是先闭上眼睛，我们放松脸部的肌肉，包括我们的舌头、下巴和眼睛的周围，让眼球在我们的眼窝中任意的转动，然后让我们的呼吸渐渐的慢下来。第二个是放松我们的肩膀，就算你感觉已经很放松了，我们还是要刻意的继续放松。第三个是深吸一口气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的将它呼出，并且在我们保持缓慢的呼吸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开始放松我们右手的二头肌、右前臂、手指，再换左手的二头肌、左前臂、手指。第四个是放松腿部的肌肉，我们可以先从右侧大腿的肌肉开始放松，接着往下放松到小腿、右脚踝，并且在心中默念右脚是没有骨头的。做完一遍之后，接着一样的动作，再换左腿放松。当你完成了这4步骤之后，我们就完成了身体的放松。接着第2部分，我们要放空我们的脑袋，停止脑中活跃的思考。当我们全身心都放松了之后，如果你的脑中还有杂乱的思绪，你可以幻想几个平静的画面，就像是幻想自己躺在风和日丽，还有湖面平静的独木舟上，头顶是蓝天白云，你专注想象这一画面10秒钟。又或是想象自己躺在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暗房间中，并且你躺在一个全黑的床上，一样专注想象这个画面10秒钟。如果以上2个都没有用的话，你还可以在脑中默念不要思考，不要思考，不要思考，持续10秒钟。那根据这套的睡眠法的理论呢，只要大家反复的练习如何放松身心，自然就可以快速的入睡。如果你是一个正在面对失眠问题的人，你不妨尝试一下以上的方法，看看是否有机会改善。但是如果你嫌2分钟还太久的话，那接着就来介绍我们第2种方法，60秒入睡法。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，那种痛苦是非常难熬的。如果你已经试过了喝牛奶、数羊或其他方式都还是睡不着，建议你可以试试看深呼吸。美国哈佛医学博士威尔发现一种有效的呼吸法，叫做478呼吸法。它是结合冥想的一种呼吸法，来自于古印度瑜伽的一种呼吸调节法。它是一种透过不断练习后就会更有效的方法，通过调整呼吸，让更多的氧气可以进入肺部，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可以放松。它有助于减轻压力，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平静下来，更容易入睡。不过如果你是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，
建议在尝试前先咨询你的医生，因为这可能会加重你的症状。那在开始前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舌头抵在我们的2颗门牙后方，保持这个动作不要动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收起我们的嘴唇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介绍478呼吸法的步骤。第一步是嘴巴闭紧，我们静静的从鼻子吸气，心中默数4秒。第二步是憋住呼吸，心中默数7秒。第三步是从嘴巴吐气，发出呼的风声，数8秒。这样就做完了1次呼吸的循环，非常简单吧？那每一次的呼吸练习总共需要4次。当你完成了4次练习之后，才算是完成了478呼吸法的1次大循环。但是我有医生建议，一天至少要做2次呼吸法的练习，但不需要做得太频繁。另外要强调一下，478呼吸法它的重点是呼吸时间的比例。威尔医生在呼吸方式的教学中表示，在每一个呼吸的阶段，绝对时间并不重要，但478这个比例很重要。如果憋气对你来说很困难，你可以缩短时间，但是吸气、吐气的时间也同样要缩短。透过练习习惯这个呼吸比例之后，可以放慢速度，让呼吸越来越深。他还表示，第一次练习的时候不要超过4次，如果会有点头晕，那我们就放慢速度呼吸。当我们身体习惯之后，很快就不会晕了。那如果想要达到睡眠的效果，你每天至少要做2次，维持1个月左右的练习，你就会看到自己的睡眠品质有大大的改善。最后一个是渐进性肌肉松弛的方法，叫做 PMR。这个方法它其实有点类似2分钟入睡法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肌肉，而且如果搭配478呼吸法的话，还能够更快速入睡。这个方法它的步骤，首先是我们要抬高我们的眉毛5秒，你想象一下，我们收紧我们前额的肌肉，接着我们立即放松肌肉，这个时候你会感到一股向下的力量，然后静静待着10秒钟。再来是面带微笑，但千万不要真的笑出来，否则你会更难入睡。它的目的只是要让我们的脸颊呈现紧绷的状态，并且维持5秒钟，然后再放松，一样静静的待着10秒钟。再来是用力的闭上我们的双眼，一样保持5秒钟之后放松，然后静待10秒钟。接着要将我们的头稍微向后倾斜，有点像是微微的抬起，舒服的面向天花板，一样保持5秒钟，然后放松，让我们的脖子沉入枕头中，静待10秒。最后使用相同的步骤，并且用于全身，将我们的肌肉用力5秒钟之后放松，并且静待10秒。可以从三头肌到胸部，再来从大腿到脚，依序向下放松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，去认真的感受身体的沉重感，还有放松后的舒适感。但是如果做到一半你就有睡意了，你千万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，毕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睡，所以当想睡的时候就睡吧。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这3个方法都对你不管用的话，熊哥在私心推荐你一个方法，就是当你躺下要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把熊哥的影片一步一步点开来听，我相信不用多久你就进入梦乡了。我是熊哥，晚安，我们下周见。